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对比了小鹏 P5 和广汽埃安 ION S Plus 在10万公里测试过程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以及它们的使用成本和性能表现。这两台车10万公里真实表现的好坏，是和它们的车身结构以及3电系统是否具有优势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两辆紧凑级家用纯电动轿车完全拆解，将那些平常消费者观察不到的地方展示给各位，看看在下集的拆解对比中，谁能将优势保持，谁又能扳回一城。3电系统对于电动车而言犹如心脏，那么本期拆解对比，我们就从最关键的3电系统开始。这两台车的电机、电池和电控系统在10万公里的测试中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且各个零件之间连接紧密，插头无松动，密封件无渗漏，电池包也完好无损，整体表现值得肯定。我们这台小鹏 P5 是2021款 550G，标准续航550公里，电机部分是一台上海汽车电驱动生产的永磁同步电机，内部电机绕组为原线。虽然这种电机在曹马率上的表现不如扁线电机，但考虑到这只是一款售价不到20万元的车型，这样的电机配置也倒没什么问题。这台电机的额定电压为374伏，最大功率155千瓦，最大扭矩310牛米，峰值转速12000转每分钟，配合单档减速器，同时采用了较为常见的液冷冷却方式。整体来看，电机数据不惊不喜，但在集成度上，小鹏 P5 的表现却比较一般。它并没有将电机驱动器 MCU 与电机安置在一起，而是使用3项高压线束与其连接 ，IGBT 与 MCU 集合在一起 ，DC-DC 和 OBC 集合成一个单独分线核模块，再连接电池，称为整车高压电回路系统。从外观来看，小鹏 P5 的电机有外部包覆结构，能够降低电机工作时产生的噪音。且由于采用了原线电机，整体尺寸较大，如果集合 MCU 系统的话，尺寸将进一步增加。当然，一般情况下，如果不需要像特斯拉那样挤出一个前备箱的话，车辆的前机舱还是有足够充裕的空间来安置电机，再加上电动系统。而这样的分体式设计也有它的好处，例如后期检修更换难度相对集成度高的结构会更低一些。电池方面，我们这台小鹏 P5 所搭载的电池是宁德时代提供的3元锂高压电池，温控系统为单路水冷设计，加温系统为热泵空调加 PTC， 后者类似我们经常使用的热得快。这也就是为什么进入冬季之后，小鹏 P5 的百公里电耗会比夏季多 5.58 千瓦时的主要原因。简单聊完了小鹏 P5 的电机及控制器，我们再来看看 ION S 的结构及布置。它采用的是日本电产汽车马达生产的永磁同步电机，内部绕组同为原线，最大功率150千瓦，最大扭矩350牛米，冷却方式同为水冷。除了输出略有不同，其在绕组和冷却方式上均与小鹏 P5 一致，但在集成度方面 ，ION S 却明显高出小鹏 P5 一截，因为它的电机整合了 MCU 加 IGBT 模块，其通过螺栓连接到电机上方，整体尺寸更加紧凑。尤其是它的整体高度控制得很好，因此可以安置在后桥作为后置电机，还不影响行李空间，所以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为后驱平台研发的一套系统。和小鹏一样 ，DC-DC 整合 OBC 为一体的分线核模式，慢充速率同样处于中游水平。把为后驱平台研发的电机及控制系统安置在前轴，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其实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样的布置方式并不会影响使用。而如果要说奇怪，那么最奇怪的东西应该就是它了。怎么样？很多朋友应该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吧？没错它就是 ION S 的3元锂电池组。那么这块由中航锂电科技公司提供的3元锂电池组，为什么没有像小鹏 P5 那样做成一块平板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 ION S 并不是诞生于纯电平台的产品，而是一台油改电产品。相对于纯电平台，油改电平台的先天劣势就是底盘空间有限，而为了电池容量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工程师不得不放弃第二排脚坑，也就是这个地板的位置，将电芯放在后排堆叠放置。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放置方式，因为堆叠放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热量堆积的问题。更令人意外的是，我们没有在 IONS 的电池包上找到标准的泄压阀，仅在后部堆叠区发现了2个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开孔。我们推测其有一定的泄压功能，但仅限于电池后部，前部则没有任何处理。不知道这个电池组在出现热失控时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去散热。而在热管理方面 ，IONS 也同样不如小鹏 P5 先进，因为这台车并没有配备更加先进的热泵空调。也就是说，电池包的加温只能使用 PTC 和电机余热。本来异形电池带来的空间浪费就无法提供更高的电池容量。综合上期节目中我们测试两车的电耗 ，IONS 的冬季续航里程会有明显折损。简单评价完3电系统，我们回过头来说说车身结构。咱们还是由表及里，从蒙皮开始。在蒙皮材质上，无论是小鹏 P5 还是 IONS， 都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的惊喜。两车的4门2盖全部为钢材。虽然沉重的钢材不是电动车的最佳选择，但考虑一下两车的定位和售价，为了减重、提升续航所增加的成本，将会揉进目标客户最为敏感的售价当中。这无疑是和他们的销售策略相悖啊。所以钢材才是这个级别车型的最佳选择，而钢材较低的后期维修成本也是一个加分项。毕竟这2台车的车主谁也不会接受10个车门买辆车的夸张零整比啊。防撞梁方面，小鹏 P5 的前防撞梁为 B 字形双层滚压钢板结构，长度为1109毫米，覆盖率为 60.2%。这个数字只能算是一般水平。但这个成绩却是这2台车前后防撞梁覆盖率的最高分了。防撞梁后部与纵梁连接面有吸能盒，能有效吸收撞击能量，而不至于轻易损伤前纵梁。针对偏置碰撞，小鹏也有自己的设计，纵梁根部和 A 柱的上下边梁都有明显的连接设计，且在车轮舱后部有加强结构，多个撞击力度传导路径能有效保证成员舱的完好。关于正碰的解决方案，小鹏在防火墙上纵梁连接处有一道横梁，将两侧纵梁、前防撞梁和防火墙连接成一个闭环结构，再加上下部有6个固定点的钢制全框式副车架，整个车前部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空间结构，将车身强度进一步提高。IONS 的前防撞梁为带吸能盒的日字形铝合金材质，尺寸为1115毫米，覆盖率仅为 59.3%， 但它的加分项是防撞梁与保险杠中间有吸能泡沫。小鹏 P5 则省略了这个设计。偏置碰撞方面，前防撞梁上没有明显的加强结构，纵梁根部和下边梁有明显的连接结构，防火墙上有类似小鹏 P5 同部位的加强横梁。由于 IONS 车身的油改电属性，防火墙下部有隆起延伸至地板中部的中央通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车头的强度，用以提升碰撞表现。由于两车的定位和成本控制使然，这2台车的后防撞梁全部使用的是具有吸能盒的单层钢板冲压结构。小鹏 P5 的后防撞梁长度为1063毫米，覆盖率为 57.7%。IONS 的后防撞梁长度为1100毫米，覆盖率为 58.5%。如果硬要评价的话，两车这个成绩真的是难分高下呀。只能看发生同样位置、同样速度的追尾事故之后，谁的维修成本更低了。在车身中部及侧面设计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纯电平台和油改电平台的设计思路差异。纯电平台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极为粗壮的下边梁。小鹏 P5 的下边梁要比 IONS 粗壮得多。这个粗壮的边梁，一方面作为连接前后车身的纵梁，另一方面还需要固定车底的电池组。为了给电池组营造宽裕平整的空间，加粗成为了最优解。小鹏 P5 在电池内部框架中预留了4个固定孔，用4颗穿心螺栓配合电池两侧的固定点，将电池与底盘融为一体，保证了底盘针对侧碰时的强度和前后车身连接强度。小鹏 P5 B 柱下方有左右连接的加强横梁，配合粗壮的侧边梁，提升车身强度。而从油车平台改装而来的 IONS 保持了油车平台贯穿前后的纵梁，
好处是整车地板强度得到了保证，但缺点是底盘有2道纵梁和2道边梁的存在，留给电池的横向空间实在是不多了，所以 IONS 的电池就被挤成了鸭子船。IONS 的异型电池能保证当前容量就已经不容易了，内部空间实在是有限到不能像小鹏 P5 的电池一样留固定孔来增加底盘强度。不过 IONS 从前到后的4道梁已经足够了，电池组只需要安稳地挂在底下当宝贝儿就可以了。至于车身强度就不用它操心了。油车平台遗留下来的中央通道在防火墙部分能提升一下强度，但在车身中部底盘上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因为需要容纳异型电池，导致 B 柱下部连接横梁不能贯通传导撞击力，再加上硕大的玻璃车顶让 B 柱上端也不能相连，所以整车的侧碰强度只能更多的依赖侧边梁来提供，这是一个会让人有些担忧的地方。两车的车门全部采用的是冲压门板搭配滚压窗框焊接设计，这种设计材料利用率较高，但可装配性较差，且在密封方面因为结构原因有所限制，后期容易出现密封问题。不过考虑到两车的定位和成本，这并非是不可接受的。而在车门内部设计上，小鹏 P5 的前后车门内部均有一道斜置 W 型防撞梁，由于隐藏式门把手在车门内部占据较大空间，其安装位固定点也能在一定情况下支撑车门外部蒙皮。车门外板与内饰板之间没有挡水膜设计，仅在内侧有隔音棉，密封性一般。IONS 的前后车门内侧同为 U 型防撞梁，后门的防撞梁为 Y 字形布局，增大了与 B 柱的接触面积，有利于在侧碰时增加强度。且前后门与内饰板之间有塑料材质挡水膜，防水密封性比小鹏 P5 好。就辆车的车身结构来说，虽然小鹏 P5 的平台不算先进，但依旧能看出其向着优秀的纯电动平台进行了较大的再设计。车身结构和电池布局更加合理，电池组和车身的集成度更高。虽然存在着一些空间浪费的问题，也算不上什么大毛病。IONS 可以说是纯粹的油改电平台，油车平台的结构强度在改电时进行了逆向增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依旧只能安置一块异型电池。空间浪费、热量堆积带来的问题，每一个都不比损失侧碰强度小。不过 IONS 的销量和市场认可度替我们无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毕竟这个级别的家用电动车，又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些平常看不到的细节呢？说完了车身结构，我们再来看看两车的底盘设计。两车在底盘的设计布局和用料上，完全一副紧凑级家用车的样子，全部采用前麦弗逊悬架，后扭力梁结构。小鹏 P5 除了前仰角之外均为钢材，IONS 除了铝合金仰角，还有铝合金焊接全框型前副车架，在重量控制方面比小鹏 P5 更下本。小鹏 P5 前副车架为传统造型的钢制副车架，前置电机有3个悬置安装固定点，用来固定电机，并在其工作时进行限位抗反扭。转向系统采用 CEPS 系统，转向驱动电机安置在转向柱上。这套系统的缺点是电机更靠近防火墙，所以工作时噪音和震动都比较大，且无法支持高阶自动驾驶转向需求。优点是结构紧凑，成本低。制动助力方面，小鹏 P5 采用的是传统的真空助力鼓设计，俗称大力鼓，思路和工作原理和汽油车别无二致。这套由汽油车移植而来的系统出现在纯电动车上的唯一解释是成本控制。不知道同年款具有智能驾驶功能的小鹏 P5 高配车型使用的是 iBooster 还是这样的大力鼓呢？转向系统是更高的 REPS 系统，还是和我们这辆车一样维持原状？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后副车架是标准的扭力梁结构，在不需要强大操控的家用车中很常见，结构简单，强度够用，两侧各有一个谐振块，用以提高 NVH 性能。前刹车系统为双活塞浮动式卡钳搭配通风盘，后部则是单活塞浮动式卡钳配合实心盘。由于有动能回收功能来辅助减速，所以电动车的刹车系统磨损很小，可以大幅度延长使用时间。再来说说小鹏 P5 漏油的后减震筒。上集中说到了2个后减震筒在5万公里左右就开始漏油，虽然可以走质保免费更换，但我们为了保留漏油零件进行测试分析，并没有选择更换。当整车拆解之后，我们发现
小鹏 P5 的减震筒内部油液渗漏，导致压缩阻尼降低明显，已经接近于失效。但在测试的驾驶过程中，后悬架并没有出现阻尼降低后的弹跳感。我们推测应该是扭力梁结构帮了点忙。如果换成多连杆后悬架的话，应该就能感受到车尾的异样了。再说到零件一致性，每辆车在研发测试时，应该进行比日常更为严苛的压力测试，检测零件质量能否满足使用需求。如果小鹏 P5 的后悬挂在官方设计时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自认为点儿背赶上了2个质量缺陷的零件。如果您的小鹏汽车也有减震筒漏油的情况，请在公屏上扣1。最后说一个小鹏 P5 的维修问题，我们这台测试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事故，左前脚到主驾车门都有损伤。我们在 4S 店走保险修车更换了全部的受损件，花费了接近3万元。这略显昂贵的维修费用，印证了其碰撞维修经济性成绩较差的事实。按理说 4S 店会更换全部的受损件，来保证车辆的强度和行驶品质。但我们在拆解后发现，小鹏 P5 平衡杆的左侧竖拉杆弯曲变形了。对比定损单，我们可以发现 4S 店给我们更换了受损的左前轮胎、轮圈以及仰角轴承。面对一个撞击力度都能损坏轮圈的事故，却并没有进一步的检查悬架系统是否受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服务问题。竖拉杆弯曲变形之后，其长度必然会改变。左右竖拉杆不等长的后果是，左右两侧悬架上下活动时，两侧的压缩量就会有差异，影响车辆在极限状态下的支撑效果。虽然不会直接影响驾驶安全，但这种不负责任的维修结果 ，4S 店难逃其咎。IONS 的前副车架采用的是铝合金拼焊设计，虽然材质上比钢制更轻更好，但仔细观察的话，能够看到参差不齐的焊缝熔池。安背后有广汽集团背书，却还让它在美观度上有所欠缺，实在是有些不应该。转向系统同样是成本更低、结构更简单的 CEPS， 缺点同小鹏 P5 一样，都是震动大、噪音大，且高阶自动驾驶功能冗余不够。不过 IONS 采用的是 iBooster 系统，相比小鹏 P5 的传统真空助力鼓设计，能够兼容更多的辅助驾驶功能。后副车架方面也是传统的扭力梁结构，两侧带有谐振块，提高 NVH 性能。刹车系统和小鹏一样，采用前通风盘后实心盘配置，不过前卡钳为大单活塞设计。传动轴两侧球笼壳体部位没有做过防锈处理，经过使用表面有浮锈，不过不影响使用，只是不太美观。反观小鹏 P5， 在这个部位就有过处理，视觉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电动车的电机噪音要比发动机小很多，所以车辆的行驶噪音主要来源于风噪和路噪，而电机产生的高频噪音可以通过电机包覆来解决。我们先来看看小鹏 P5 的车内隔音措施。防火墙采用 PET 加 EVA 加 PUR 加 PA 材质，使用磨压工艺，使其和防火墙更加贴合，并在内层用聚氨酯发泡作为吸音层。车内地板采用 PET 加 EVA 加 PE 材质，再配合 PU 发泡材质作为衬垫，整个地板材质用料厚道，对吸音降噪起到了积极作用。IONS 的材质同样没有可诟病的地方，防火墙为 PET 棉毡加 PU 材质，用以隔音保温；地板材质为 PET 加 PE， 再配合毛毡衬垫，隔音指针效果也很出色。在噪音测试中，两车的各个测试速度、噪音数值都很出色。车内结构胶的用料和涂抹，两车也都表现不错。结构胶均匀规整，线束布线合理，包裹严密，固定到位。不同的地方是，小鹏 P5 的线束使用的是布基胶带 ，IONS 使用的是塑料胶带。底盘指针方面，小鹏 P5 由于底部的电池下部和备胎坑位有防护层和下护板，所以地板外侧没有喷涂 PVC 胶。在下边梁的电池包安装位与护板位置有喷涂 PVC 胶。地板内侧、备胎坑位内侧以及后轮拱内侧有大面积的水性指针胶和阻尼胶片。IONS 的备胎坑位、后轮拱内侧有相对完整面积的 PVC 胶，地板内侧也有多处喷涂水性指针胶，但其指针胶强度较差，局部出现了破溃碎裂的情况。在 IONS 的车身上还有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它的前后纵梁与保险杠的安装面出现了锈蚀，前防撞梁安装点两侧出现了点状锈蚀，而后防撞梁的安装面有大面积的锈蚀。
我们推测是其白车身在进行电泳防锈工序时，前后防撞梁未预留细缝，将螺栓完全打紧，使防撞梁完全连接了车身，导致电泳液无法浸润上述部位。要知道，我们这可是1年的新车啊，且所有测试均在干燥的北方进行，这样都会产生明显的锈蚀。如果在高温、高湿、高盐、高腐蚀的南方沿海城市，这种重要部位的锈蚀将会对车身强度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希望厂家能够正视问题，解决隐患。OK， 关于两辆车的拆解和对比，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是时候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了。小鹏的车身结构设计合理，强度冗余考虑充分，电池空间规整宽裕，且能完美融合电池内部支架作为底盘支撑。电动系统热管理较为先进，冬季能耗问题有加以解决，整体表现很好。缺点是底盘前副支架材料不如对手的铝合金有优势。刹车系统依旧采用的是传统真空泵助力设计，不如对手先进。4S 店维修服务质量堪忧，减震筒等零部件采购标准模糊，出现了一些服务与产品质量问题，且碰撞维修经济性较差。而 IONS 的优点是电机尺寸较小，集合度高，同功率扭矩输出更充沛，慢充系统输入电压更宽泛，前防撞梁和副车架质量更轻，成本更高。缺点是车身为油改电平台，电池空间不合理，车侧横向碰撞强度或有不足，副车架焊接工艺有待提高，车身防锈工艺亟待改进，还有电池热管理系统逻辑也需要加强。当然，从提升空间来看，诞生于纯电平台的小鹏 P5 改进空间显然是更大的，而 IONS 的一些问题是油改电无法避免的，能够提升的似乎也就只有热管理系统的先进性了。所以，如果非要我进行选择的话，那么后期提升空间更大的小鹏 P5 无疑更值得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观看，咱们下组车型再见。